猶大背叛嘅真相原來係咁㗎。點解人原本好好咁相信神，後嚟卻會離棄神呢？相信神嘅人睇到嗰啲唔信嘅人，就會感到灰心，並且心諗啊，嗰啲人原本做得好好，點解會變成咁樣嘅？其實唔單止係信仰㗎，甚至公司、學校都發現有呢一啲類似嘅狀況噃。譬如原本成績好好㗎，點解會變成咁嘅？明明平時職場表現得好好㗎，點解會做出咁嘅行為嘅？確認之後先至發現，其實佢哋平時背地裏亦都會做出或者接觸脫離常軌嘅事情㗎。因此變成咁樣並唔係一朝一夕嘅事啊。嗰啲人都會感嘆話：我明明做得好好㗎，點解會變成咁樣嘅？但係其實佢哋自己一直都做出一啲唔正確嘅行為，後嚟先至喺關鍵嘅短暫瞬間不信、背叛、失手等等。嗰陣時就好似馬連轉動方向盤咁樣嚟到極端咁行動，結果就墜落或者撞毀啦，係喺一瞬間發生㗎。信仰嘅生活其實都係咁樣㗎。自己嘅行為可能會讓自己處於死亡中，亦都可能會讓自己處於生命中。聖經提到有啲人唔信從，等到走入死亡先至感嘆話：點解我當時唔聽主嘅話？箴言5章11至13節講過啦，終究你皮肉和身體燒毀，你就悲嘆說：我怎麼含糊憤悔，心中藐視責備，也不聽從我師傅的話，又不側耳聽那教訓我的人呢？總括而言，人生路上失手，從高處墜落嘅原因有兩個㗎。第一，因為佢哋受到別人嘅誘惑而被拖過去，或者因為自己冇做該做嘅事，先至變成咁。係因為自尊心，因為自己固執傲慢嘅緣故。你嚟之後就會驚訝咁發現，原來佢好耐之前就已經出現咗問題啦。聖經中代表性嘅人物就係加略人猶大啦。參考經文係約翰福音15至13章，我將會抽取當中嘅聖經經文嚟到去說明猶大出賣耶穌嘅狀況。有一個門徒，就是那將要出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說：為什麼不把這香膏賣300個銀幣去調劑窮人呢？他說這話並不是關心窮人，而是因為他是個賊，又本錢囊，常偷取錢囊中所存的。耶穌說：由他吧。他這香膏本是為我的安葬之日留着的，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在一起，但是你們不常有我。晚餐嘅時候，魔鬼已將出賣耶穌的意思放在加略人西門的兒子猶大心裏。耶穌說了這些話，心裏憂愁，於是明確地說：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，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出賣我。門徒彼此相看，猜不出他說的是誰。門徒中有一個人是耶穌所愛的，側身挨近耶穌的胸懷。西門彼得就對這個人示意，要問耶穌是指着誰說的。於是那人緊靠着耶穌的胸膛，問他：主啊，是誰呢？耶穌回答說：我蘸一點餅給誰，就是誰。耶穌就蘸了一點餅，遞給加略人西門的兒子猶大。他接了那餅以後，撒旦就進入他的心。於是耶穌對他說：你要做的，快做吧。同席的人沒有一個知道耶穌為什麼對他說這話。有人因猶大本錢囊，以為耶穌是對他說：你去買我們過節所需要的東西，或是叫他拿些什麼給窮人。猶大受了那點餅以後，立刻出去。那時候是夜間了。無論何時何處，其實耶穌都帶住猶大，愛住佢，照顧佢，好想讓佢睇到一切噶。佢比其他任何弟子都得到更多耶穌嘅愛。但係點解佢最後尾會成為背叛主嘅人？因為佢嘅內心從一開始就有問題啦。佢總係以住屬人嘅角度嚟到去思考耶穌咯。雖然佢睇到好多係為耶穌動嘅工，但係並冇擁有正確嘅信心啊。
佢冇真正告白話耶穌係彌賽亞，亦都冇獻上真正嘅愛俾主啊。就係因為睇到猶大咁樣，耶穌為咗讓佢能夠多多學習並且體會，先至咁樣一直帶住佢噶。但係當同耶穌同行嘅時候，猶大總係一副夫子嘅榮耀就係我嘅榮耀一般嚟到去炫耀住，然後漸漸變得自滿又驕傲啦。佢以住熟人嘅角度嚟到思考住老師，並且判斷佢啊，甚至喺異性方面懷疑佢，覺得耶穌同娼妓一齊就係為咗做嗰啲嘅事情，仲以為佢肉眼所睇到嘅所有都係正確噶啦。咁樣究竟猶大出賣主係咪一瞬間嘅念頭呢？下定決心嘅嗰刻係一瞬間嘅念頭，但係佢嘅內心從好耐之前就已經慢慢咁變質咯，因此冇辦法好好咁相信耶穌，仲以為耶穌做錯咗。從嗰陣時開始，猶大就同撒旦妥協，被金錢蒙蔽雙眼，甚至合理化自己出賣主嘅行為啊！而家猶大再喺地獄點樣呼喊住主，都冇辦法脫離嗰個地方啊！有人會話啦，點解耶穌放任佢啊？但其實耶穌已經講咗，但係猶大唔聽話啦，係佢自己唔實踐。充滿愛嘅神已經幫咗啦，點可能唔幫忙呢？神總係會透過人阻擋，並且給予祝福噶。即使神咁樣做咗，但係嗰個人仲係唔聽話，雙方固執傲慢，憑自己主觀嚟到做事，最後尾先至會發生事故，走向死亡。所以自己嘅行為可能會讓自己死亡，都可能會讓自己喺生命當中。若果你都想成為好似彼得咁樣嘅人，被主認定嘅人，唔好只係期盼神嘅幫助，而自己亦都要盡全力，靈慾都要行動，然後再期盼神補足我哋不足之處。咁樣一嚟，神當然會給予幫助啦。雅各書2章26節講到，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，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。所以相信神嘅你，唔好只係茫然咁禱告啦，應該要去做該做嘅事啊！做咗就會成就，唔做則唔會成就啦。與其等待，不如行動，行動就能夠做到啦。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聽完今日嘅分享，充滿行動嘅能力啦。下星期四同樣時間再見，拜。